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小号手推出的这款拼装擎天柱，哇，这个可是等的有些年头了，撕雪梨子的感觉就是这么爽。这上面写的快乐拼装1小时，其实啊，如果你手熟的话，用不了1个小时，基本上20分钟左右就搞定了。而且这一回的盒子方式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不是这样的打开式啊，这一回是抽屉式的，跟这样拉出。来看这一回的板件内容，东西并不多啊，只有5大块，0一小袋，并且板件上面做了非常漂亮的玉涂装分色，肩甲、烟囱、汽车人的 logo， 还有手臂上一些细节的刻画。这边是喷的银漆，做的都是非常精美的，而且都使用了这种按压水口，所以你即使没有水口钳子，拿手掰就可以了。但是我这回好像并没有发现玉涂装的头雕呢。哎，这儿有个头盔，哇，这回擎天柱的脑袋竟然是分件的。另外是非常详尽的拼装指示说明书了，这一边有板件的介绍，还有一些彩图的噱头以及补色的内容。那好嘞，整体拼完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了。其实我大概粗算了一下时间，也就是10几20分钟左右吧。拼装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是这回的体验会非常好，因为身上其实是相当于有一个骨架，然后在外边一层一层的把装甲装上去，包出来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把玩体验是完全不输于大级别那种模型的拼装效果的。拼完了以后，这些关节的松紧度、阻尼感都很舒适啊。摆 pose 造型完全不会松脱掉下来，而且这一回的头雕做了分件处理，这个是让人感觉非常意外的。其实全身上下看这种细节的效果，基本上分了3个零件，中间的一个核心眼睛和口罩，上面再套一个头盔，但是细节做的都很棒。布点的一个尺寸啊，看看这上面的玉涂装、板件细节，并且拼接的缝隙甚至几乎都看不到。非常的紧凑与结实啊！胸板这里还使用了透明零件，里边做了一些细节的雕琢刻画。烟囱这块也是上了不同的漆面，并不是像这样的白漆刷上去的，这个是金属漆的效果，也就是和腿部零件一样的造型。看这些细节刻画，腿肚子里边，哇，很精致呀！脚丫子的安装也是直上直下的球形关节，这些球腕都用了软胶的 PC 键来处理，所以阻尼感会很好。大枪其实也是分了好几个零件来制作的，所以在处理的过程中，虽然并没有其他的涂装点缀啊，但是拼完了效果这些细节还不错。但是这种灰色塑料还是避免不了会有一些水纹的呀。同时还另附了一个后边的盖子啊，你可以选择换成这个短的，这看自己的喜好来搭配吧。手臂上面的这些纹理刻画很细了，可想而知啊，小号手作为军模出身，哇，做这个东西简直是手到擒来。并没有领导模块，但是在拼装过程中，我发现这块胸甲插的好像不是太紧的。我稍微上了一点胶，反正这块东西不能活动嘛，把它粘死就好了。但是这些纹理质感做的是真棒。可动方面，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来回的活动，后脑勺这里都有刻画，耳朵上边有分色的涂装，包括小面罩上边的刻线也是做的很细的。但是就是感觉这个擎天柱的脸有一点方，如果再尖锐一点，效果就更好看了。肩膀关节这里是一个球形，360度可以旋转。同时啊，它根部的这个桩子，我们在拼装的过程中会发现，它里边是一个斜着的，所以前后也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这样可以旋转。肩胛这里独立的活动，打开，所以平举胳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二头肌360度旋转，胳膊肘这里做了2段关节。第一段关节其实就已经可以折到90度以上了，再往上还可以折一点点。也不会脱肉。小臂上面的这些细节，手腕是一个球，可以进行替换。
这一回的手型也只是带了3种啊，张开的、握枪的，还有拳头手。很可惜没有那个伸出食指指人的手。胸部这里拼接好以后，其实是没有什么弯腰了、左右摆胸的关节，这点比较可惜。腰部360度旋转没有问题。裙甲上了漂亮的金属色玉涂装，并且这几片都是可以独立活动打开的。胯部的轴啊，设计在了前方的一个位置，而且其实看它胯部的这个关节是前后分色的，用银色的漆面点缀前方这里啊，让它从正面看起来不会暴露。平举，踢腿90度没有问题。哇，看这细节。后踢也能踢到45度左右，侧踢120度左右了。大腿根部独立的旋转，膝盖两段关节弯折的同时，里边还有挡肉的零件。再看膝盖上面这些细小的刻画和分色处理，以及腿上的这个散热片儿，哇！脚踝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接地没有问题，同时脚踝还有一个独立的活动关节。在组装骨架的时候啊，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活动的。身高方面11.8左右，差不多将近12公分的一个尺寸，还是非常极限。这么小的一个玩意儿，身上竟然能展现出这么多的细节，可以说相当恐怖了。或许光说这个数据并不会很直观，我们拿出来同样为拼装版外传擎天柱题材的 Yolo Park 对比一下，大家就知道这个身材比例有多么恐怖了。都不到膝盖啊，也就是小腿的这么一个长度，所以可想而知，在丰富的细节上边，在方寸之间这么小的范围之内，还能刻画的如此精致。小号手也是在这款擎天柱的板件刻画上边下足了功夫。这两个其实就是两极端啊。Yolo Park 所展现的就是细节，就是用了一个大级别而且繁复的零件堆砌出来的这种机械的层次美。而小号手呢，拼装简易，板件都没有多少，纯粹是靠刻画和玉涂装的这些细节来展现出来。所以说这两款是很有代表性的两家很极端的拼装版模型。最后我们也是把小号手在外传线推出的所有产品摆一起看一下效果吧。就感觉出的太慢了呀，总共才出了这么几个，但是款款都很精彩。你能明显的看到每一款在推出时候的一些进步点啊，甚至把这些玩具都放在一起一对比，你就会发现这个擎天柱的玉涂装做的太细了，反而把其他的玩具全部都比了下去，感觉都不像是一个系列的。哇，真的精彩，不愧是大哥，必须得站在 C 位上边。所以我觉得这一套系列小巧玲珑，放在你的收藏柜里边，真的是一套不错的展示。哎，就这样又不占地方，摆一层效果绝对好看。并且这一次的擎天柱做的真的太细致了。我一开始以为它会分很多的件，在展会上面也看到了它的实物图，但是没想到亲手上手拼装的过程之后，它其实会比闪电和红蜘蛛、声波这些同级别的拼起来都要简单很多。你们想象得到吗？它身上没几个零件，但是里外包一层摞一层的这种维度锁完了以后相当结实。唯一美中不足啊，我感觉胸甲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一点点松，可能手感上面不是很好，在把玩的过程中不像其他的关节啦卡的那些装甲那么的紧。这就一点毛病，唯一的一点毛病。但是你既然都已经做了拼装模型了，这点问题都不叫事儿。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字儿，香。那么得嘞，小号手的这套拼装版外传擎天柱就是这样了，太棒了，强烈推荐。